梁啟超本人就这個著作裡就有這個，就說這個人呢最高一檔的是這個白人，然後低於這個白人的是黃人，然後低於黃的人是紅的人，再低於紅的人是黑的人，所以就这個顏色越深呢，等級越低。然後我們黃人呢，就是比白人只差一個等，因為他們推共和革命的這一群人呢，他們就是提的口號就是排滿，正好呢，他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搬得來呢，就變成了這個滿人跟漢人，然後漢人是更高的種族。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什麼關係也沒有，達爾文本人不知道這個東西，而這個天演論呢，就是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胡適就是10歲的時候就讀這個東西，而且胡適這名字是改的名字，是他自己改的，他的適就是來自這裡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叫社會進化論，它是納粹主義的科學。徐老師，我们繼續講中國這部分。其實100多年前的時候，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憲政基本上是同一個時間進到中國的，就兩種思潮吧。但那為什麼到現在能看出來，就中國社會的很多具體的現象和就很多特徵還是非常社達的？那問題就來了，就是哪些基因導致的？為什麼社會達爾文就在中國生根發芽，而憲政就是推行不下去？對，這個實際上呢，就是當我們看到，其實幾乎所有的國家裡，我們都會看到，就是每個國家它的發展的過程中，在變化的過程中，它都是同時有許多思潮流行，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思潮呢，被這個社會作為主流接受了，有一些思潮呢被社會這個給這個拋棄了，就是在社會的主流裡不能夠流行就被拋棄了。然後這個社會朝什麼方向變化，往往是和這個社會接受了什麼樣的思潮作為它的主流跟這個相關。就是昨天我們提到，就是這個法國大革命時期，實際上這個至少2個最大的思潮，一個是孟德斯鳩的，一個是這個盧梭的。那麼孟德斯鳩的這個民主憲政的這個思潮，在法國在那個時代，實際上就是被拋棄了，被社會拋棄了。而這個整個的當時的法國社會的這個主流，接受的是盧梭的這種思想，所以才使得就是法國大革命變成非常極端、非常暴力，然後這個最後使得這個朝着民主憲政的方向的發展，在那個時代就是失敗了。那麼最後，這個為這個拿破崙發動政變奠定了一個社會基礎。在這個社會基礎下，才會有後來的這個政變和復辟。那麼這個就是這個例子很多很多。那麼就是這個討論到中國呢，就是中國實際上就是這個憲政子思想進入中國呢，這個最早呢是從這個19世紀的後期就開始進來，但是呢一直都並不系統，就是系統性的跟憲政相關的思想的進來，實際上是從嚴復開始，嚴復之前，只是一些非常非常表面的這個描述性的，但是嚴復呢，這就很有意思。嚴復的第一個工作不是憲政，嚴復的第一個工作是所謂的天演論，而這個天演論呢，就是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那麼這個呢，是嚴復，他其實是在這個做這個天演論之前，我需要簡單交代一下這所謂的天演論呢，通常人們簡單的說是赫胥黎的著作，是他翻譯的，其實這個很不準確，就是他這個實際上是這個他編譯的赫胥黎的工作。這個所謂的天演論呢，大概是1半多一點的篇幅是翻譯，
其他的篇幅是他的議論，所以《天演論》可以說是他的編譯赫胥黎的工作的一個結果，而且他那個翻譯呢都不是完整的，他就是挑了一部分翻譯了，然後是其他部分他編譯編序，加譯加序這麼出來的。那麼他這個工作呢，這個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到中國的時候呢，這個他一開始不是以整本書那個拿來发表的，而是在这个刊物上这个連載的。從那個東西剛一開始這個發行，就是這個作為單篇的一篇一篇連載，就單篇的剛一開始發行，立刻在中國就火爆了。所以這個東西呢，就是簡單的敘述，人們會說是由於嚴復的這個影響，或者由於赫胥黎的影響。其實這些解釋呢都不夠完整。當然，就是嚴復是有很大的能力，能力非常強，這是這個不需要否認的。但是為什麼他這個工作剛一開始發表，只是單篇的，就變特別紅，就跟今天講叫網紅啊，他那個紅的程度遠遠超過今天我們見到的任何一個網紅。他紅到什麼程度？就是變成了立刻在中國就變成了家喻戶曉，就是以家喻戶曉到什麼程度？就是變成了小學生都在讀。小學生之所以小學生都在讀，是因為小學老師要願意教這個東西。那麼這個例子之一就是胡適，胡適就是10歲的時候就讀這個東西，而且胡適這名字是改的名字，是他自己改的，他的適就是來自這裡頭，就是這個適者生存，他來自胡適自己，他就着迷這個了，然後他就適者生存，就把自己名字改成胡適了。然後呢，他這個東西的影響之大呢，就是使得中國的這個讀書人不分政治立場，從最左的到最右的，一律都喜歡這個東西。那麼這個就重要了，這個是遠遠超過了這個嚴復本人的這個作用。那麼和這個相對比，就是這個嚴復翻譯的孟德斯鳩的工作，這個他那個翻譯出來，他就跟這個赫胥黎的工作一樣，他翻譯那個，他並不是翻那個題目都不是原文，他叫法議論，那就是孟德斯鳩，他也不是全部都翻了，就是挑了中間一部分翻譯了。然後呢，而且呢是天演論在先，法議論在後。但是法議論的影響遠遠低於天演論的影響，而且呢，嚴復作為一個這個學者，後來又作為一個活動家，他是自己親身參與了這個憲政改革和這個共和革命，他自己參與了這些工作。那麼他在一生裡花的時間遠為更多的是憲政，他甚至參與了後邊的這個憲法的起草工作。但是呢，非常就是有這個諷刺意義的，就是他在憲政方面的他的這個無論是譯著也好，後來的著作也好，他遠為寫的更多的是憲政的，影響都根本不能和天演論對比。就是其實這個經濟學裡經常有一個，就是作為社會科學有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說把所有東西都控制住，然後你來對比這兩個東西有什麼差別。你就是用嚴復自己的工作來這個，就是自己控制自己，你就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影響大，而且這兩個影響差這麼遠。就是這個天演論的影響是遠遠超過了它跟憲政相關的這個討論。那我呢就是試圖從這個支魯基因的角度呢去解釋，就是為什麼都是外來的思想，
都是在就是幾乎同一個時間這個來到了中國，而且呢，中國人早就關心這個憲政的問題，從林則徐那時候就開始了，就是搞了這麼久，而且又有這麼多的社會運動，但是為什麼跟憲政相關的這個思想的流行程度實際上是比較低的，就是它遠遠不能夠和這個天演論的這個影響，這是為什麼？那麼這裡呢，實際上這個一個重要的要點就是他們這兩個東西分別講的是什麼？因為這個憲政呢，講的是一個中國人完全沒聽說過、完全不知道的一個另外的一種政體。這個政體裡邊的一個最基本的地方呢，就是議會。然後議會呢，是這個代表不同社會利益的黨，在議會裡邊是這個權力是制衡的。然後呢，是要互相辯論，然後才能決定這個，然後這個首腦是要選出來的，然後議員是要選出來的，然後是用這個方式來決定這個社會怎麼運作，這個權力是在這樣子的情況下運作的。那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完全一個不知道的東西。這裡關鍵問題在於呢，一個是人們不知道，還有一個呢，就是人們也並不知道他們的自己的利益所在，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他需要有一個辦法，這個把自己的利益能夠在政治的決策裡邊能表現出來，然後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們這些東西都是不知道的。然後這些個儒士們呢，這個他們討論的這個憲政改革呢，基本上只是一個名義，就是他名義上叫憲政改革，但是實際上呢，他並不知道這個原本他要學的那個東西，目的是保護你自己的利益，是保護你自己和你所代表的或者跟你相關的那一群人的利益。然後這個社會裡一定永遠是存在不同利益的，然後你這個不同利益怎麼能夠在這個社會裡都得到保護？實際上這個利益是經常是有衝突的，那你這個利益在有衝突的時候，實際上是需要人們到議會裡去討論、去辯論，然後呢，這個最後這個達成一種妥協，就是這個社會的治理一定是永遠是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不斷的形成妥協，就是你每一方都要向前推你自己的利益，推得越遠越好，但是你又不能夠以這個暴力的方式侵犯別人，所以你最後一定需要妥協。中國人不知道這個，然後這些個推動憲政改革的人也都不知道這個。那麼這個地方呢，用制度基因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呢，實際上就是中國在那個時候不具備朝着憲政方向演變或者轉型的那個制度基因。這個制度基因是什麼？第一就是普遍存在的私有產權和普遍存在的這個個人的權利，然後呢是普遍存在的這種公民社會。那麼人們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後人們通過公民社會的這些方式推出來自己的政治上的這個代表人，然後這個所謂代議制，然後用這個方式進入到議會裡去，然後這個去辯論，然後達到妥協。但是中國人當時在討論所謂的這個改革的時候，這個變法，這些變法呢，它都有非常強的一個基本的目的，是為了強國，就是他們誤認為變法的目的是為了強國，然後這個強國呢，它其實就已經接近了這個在歐洲正在興起的這個民族主義，而這個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呢，是在歐洲興起的民族主義的這個背景下，以這個科學的面貌出現的，來解釋這個民族主義，甚至它這個比民族主義走得更極端呢，都變成了種族的這個主義。這個種族那個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是說這個人類的社會和自然界是一樣的，
因為它叫社會達爾文主義嘛。這個達爾文主義，它是說這個在自然界裡是這個競爭的，然後是適者生存的。然後他就說，這個人類社會也是這個種族之間是一個競爭的關係，然後是這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個我這裡也還需要再強調一下，這個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什麼關係也沒有。達爾文本人不知道這個東西，而且這個東西在產生的時候呢，達爾文已經差不多就快要去世了，很老很老了。然後這個東西興起的很強的時候，達爾文已經都不在了，所以跟他並沒有關係。但是呢，這個是他們要鼓吹這個東西。那麼這樣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呢，正好和当時的這個推動就是有一派的力量是要推动這个共和革命的，和他们的一個重要的想法也對到一起了。因為他們推共和革命的這一群人呢，他們就是提的口號就是排滿，他就是要漢人來統治，是排滿。然後呢，正好呢，他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搬得來呢，就變成了這個滿人跟漢人，然後漢人是更高的種族，這個滿人是更低的種族。那麼這個東西再發展起來，就變得更是把這個人呢分成3、6、9等。這個梁啟超本人就這個著作裡就有這個進一步的這個闡述，就說這個人呢最高一檔的是這個白人，然後低於這個白人的是黃人，然後低於黃的人是紅的人，再低於紅的人是黑的人，所以就這個顏色越深呢，等級越低。然後我們黃的人呢，就是比白人只差1個等，然後白人裡他還也分3、6、9等，所以這個漢人就高於他們滿人。然後他就是認為這個都是弱肉強食啊，這個適者生存啊，所以他們討論到這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全部都是用這個方式，就是這種民族主義啊，甚至種族主義啊，用這個方式去理解。在這個背景下呢，所以就是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入中國，就是遠為更被接受，而這個以人權、以產權、人權為基礎的這個憲政的思想，就是在中國就是沒有強的這個被接受。然後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他這個接受他最強的呢，包括最右翼的這個當時的這個就是當時這個主張變革的人，最右翼的那些也都接受，然後最左翼的那些也都接受。那麼最左翼的就包括了許多這些後來變成共產黨的創始人的這些人。那麼裡邊特別有名的，比如說蔡和森。這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是毛澤東的朋友。那麼蔡和森就寫過著作，就是關於社會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合在一起，就是他們普遍的就是認為，這個後來馬克思主義進來的時候，他們都認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進化論這兩個是同一個東西。也的確呢，就是社會進化論呢，就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用了達爾文的這個名字，如果是用他這個主義的這個主題來描述這個主義呢，就叫社會進化論。那麼社會進化論呢，他把這個人類的歷史給分成階段，那麼正好呢，馬克思主義也是分成階段，所以呢，這個對於這些先接受了社會進化論的這些左翼的青年來說，馬克思主義進來的時候呢，它會自動的這兩就合併的，而且所謂的唯物主義也跟社會進化論是一致的，因為社會進化論講的是非常非常基本的這種物質性的，比如說人種，然後人之間的爭奪資源，講的就是唯物主義的，所以這些東西呢，它為後來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也奠定了相當的一些這個基礎。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呢，也幫助我們理解，就是說這個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對中國產生的影響，這不是中國古代的東西，就是這個和孔孟之道也是，它不是在一起的。就是說，它這個孔孟之道什麼地方會幫助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那是另外一個討論。但是它不是孔孟之道，它不是中國的帝制的思想，這是外來的東西。然后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呢，實際上就是對後來產生法西斯主義、產生納粹主義都起了很重要作用。比如說這個梁啟超當時這個非常看重一個作者的就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學者的工作，非常非常看重，而那個學者呢，後來就變成了納粹的理論家，就是他們納粹的理論的發展是他直接發展的，都不是說这個別人借用他，就是他就本人就變成了這個納粹的理論家。所以就我名字一時記不住了，我的著作裡面都引用了這些工作。那麼這個這裡邊重要的就是說，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變成法西斯主義和变成納粹主義，這不是一個警告，而是歷史上的事實，就是歷史上這個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從這兒發展過去的，這就是他們的來源。因為這個他們在推動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時候，他們是以科學為基礎的，就如同這個共產主義，原本共產主義我們前面講了，原本共產主義是你能找到它是基督教裡邊存在的一些這個元素，但是後來發展成這種暴力的革命等等，那是馬克思主義把它改變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怎麼樣改變，就是馬克思為什麼要改變它，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是馬克思提供了整套的理論，而这個基督教那個呢，更是一個信仰，那不是整套的理論。然後馬克思的這種整套的，它叫科學，這就是關鍵。在那個時代，就是19世紀的時候呢，人們都認為你真正，因為你要取代宗教，你要信服，你要讓这個民眾都信服。過去呢是民眾是相信宗教，然後這個在啟蒙運動以後，所謂的啟蒙運動，實際上就是逐漸把這個宗教給變得越來越弱，用科學來取代宗教。啟蒙運動的核心就是用科學取代宗教，但是問題是什麼是科學？這個科學是做什麼的？那馬克思主義呢，認為它是共產主義的科學，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而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叫社會進化論，它是納粹主義的科學，它是法西斯主義的科學。它的科學，它從人類學的角度開始論證種族之間的原本就存在的固定的這個差別，然後呢，它就論證是說整個人類的發展過程是優等的民族淘汰劣等的民族的過程。然後這個民族和民族之間是不可避免的要發生衝突，因為資源是有限的。然後在這個衝突的過程中，一定是優等的民族那個越來越發達，然後呢，就劣等的民族就賽不過他，然後他就把他滅了。然後他把他滅了呢，這個根本就是必然要發生的現象。那麼這就是科學論證。那麼在這個科學論證下，那麼這個主張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就是那我加速這個過程，所以我就可以更殘暴，因為他說我這個科學告訴你，這個殘暴是自然過程，這個殘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有了這個理論的支持，那我就這麼幹。那麼那個時代呢，就是中國人是普遍接受這個思想的。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至今。在中國人裡仍然就是非常流行的是這個思想。這個思想呢，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講，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就是這個說法都是似是而非。因為我們今天不是專門討論這個，所以我們沒有去專門去
去辯論這個問題。但是在社會科學上，這個東西是根本站不住的，就是沒有這個證據能支持這樣子的說法。但是呢，它在中國呢，就是非常的獲得了广大的这个接受。比如说，在中国现在哪些常见的说法，好像大家覺得非常有道理的，甚至下意識自然引用的，其實都是社會達爾文的表現呢？哪怕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哪怕是就是中國人就比如說這個什麼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一種說法。對，這個落後就要挨打呢，就是這個說法呢，原始最早這樣說的是列寧，然後是斯大林，他們的著作裡都是講得很清楚，而且在他們蘇聯共產黨制定政策的時候，都很清楚，然後呢是中共在跟他們學的來的，所以呢，中國人普遍會認為這是毛澤東說過的，鄧小平說過的，後來鄧小平講的很多，但實際上這個從共產黨的角度講，這個來源是列寧、斯大林，但是呢，就像我剛才講的，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確他們是這個許多地方是重疊的啊，許多是重疊的，只是呢，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呢，不使用不討論公平的問題，不討論產權的問題，而這個共產極權主義呢，是以公平、以產權為它的更主要的和階級鬥爭，而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呢，它不是階級鬥爭，是種族鬥爭，是民族鬥爭、種族鬥爭。這就是為什麼納粹主義跟法西斯主義是以它為基礎的。他就說這個種族鬥爭、民族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很重要，因為我就馬上聽到您說，我就有很多折射，就普通人可能都意識不到，他們的很多表達其實都是這一條錯誤的思潮延續下來的。對，比如說現在看到的動不動說的地域歧視，對，還有我們也討論過，中國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種族的歧視。對。這個現在延續下來都有各種各樣的針對皮膚的歧視，對，這也是這一條線延續下來的。對。